今天来浅聊一个我个人十分敬佩的公司，现在看来似乎很不合时务的业态。它是个出版社，这年头娱乐方式多元化，内容与信息碎片化，看书的人也越来越少。你说玩实体书的产业它头大不？肯定头大。传统出版业有多惨？书店咔咔倒闭，活下来的要么就转行卖文创和咖啡去了。报纸除了上飞机前的赠阅，你现在想看都不知道上哪儿买去。报纸们早都给自己干成新媒体账号了。杂志更不用说了，一本20块钱再送把伞，但不下雨的时候你都不惜得买。为数不多的还愿意看书的，那现在有更方便的电子书，有各种阅读 APP 的选择，是吧？也在挤压纸媒的生存空间。但咱们今天的主角企鹅蓝灯书屋却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头，近几年还能维持着稳健的增长。2024年公司年营收49亿欧元，同比增长8.5%，在全球同行里头都算拔尖的。确实因为它规模大，只要书还存在，它的市场地位就在。但规模并非全部，出版这个行业也另有门道。蓝灯的故事并不复杂，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也想顺道浅聊一下出版业。在 IP 价值链里头，内容的源头首先肯定是作者，他写了个故事，他画了一些画，或者他做了什么设计等等。那么这些作品是怎么被发现、筛选、包装并推向市场的呢？它当然可以直接被拍成影视作品，或者直接做成商品，而出版成书也是其中一个重要路径。那么出版社在 IP 产业链中的角色之外，它还有其他可发掘的价值空间吗？大家好，我是专注做消费 VC 的八戒，选好下酒菜，让我们开始企鹅蓝灯正传和出版业在 IP 产业链中的价值漫谈。故事从1920年代说起，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咆哮的20年代，经济繁荣，股市狂飙，满满的机会主义氛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的两个主角出来创业了。一个叫贝内特·瑟夫，这个人非常的早慧啊，年纪轻轻就展现出了天才的气质。他读大学，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大一就当上了学生会副主席，就给校园杂志当主编。毕业之后呢，上华尔街晃了一圈，然后就干出版了。这家出版社就叫他 B&L 社吧。他干啥呢？当副总裁。那么这样的人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个非常外向，甚至有点强势的一个艺人代表。另一个叫唐纳德·克罗普夫，他俩是哥大的同学。这哥们儿呢正好相反，非常的哀，学习成绩也不好，大学也没毕到业。但就这么南辕北辙的两个人，竟然就处成好兄弟，有多好啊？我说个八卦吧，他俩曾经跟一个女孩有过一段狗血的三角恋。总之就是艺人瑟夫绿了哀人克罗普夫，但这个克罗普夫呢，愣是两头都舍不得，最后居然还是跟这女孩结婚了。完了，瑟夫给他们俩当伴郎，就这么抓嘛。这婚据说后来离了，但俩兄弟的关系啊却铁了一辈子。我得提前讲个事儿啊，就是他俩创业股权怎么分配的，您知道吗？是5-5开，那是绝对平等的5-5开啊！你说离谱不？现在来说这属于常识，开公司是一定要有一个大股东的。哪怕是51和49，对吧？但他俩从股权到工资到办公室待遇，所有条件全部5-5开。后边公司做大了，进了新股东，再做大了，上了市，两人就各掏一点股份出去，剩下的还是5-5开。而这事儿真就坚持了一辈子。他俩创了一个什么业呢？话说瑟夫不是在 B&L 社干副总裁嘛，而这家公司的老板呢就不太靠谱，是个纸醉金迷的主，逐渐的就把这公司给霍霍空了。瑟夫瞅准机会，就想把公司手里一个叫现代文库的系列书目给买下来。首先这个系列它是最赚钱的，现代文库是一个专门出版经典文学作品廉价重印本的系列，包含109个书目。经典文学你比如莎翁啊什么的，它首先一定永远有人读，其次不用交版税，因为你作者已经去世50年以上了嘛，版权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了，所以这是单可遇不可求的稳赚的买卖。于是瑟夫找到了好兄弟克罗普夫，现代文库要价21.5万刀，这在1925年相当于今天的300多万刀，不是笔小数目。但是呢，这克罗普夫啊，家里非常有钱，是做钻石生意的。他本来在家里头舒舒服服当着财务，一看是好兄弟的召唤，于是立马表示那就一起闯一闯呗。俩人买下了现代文库，一如瑟夫所料，这个宝藏书单1年赚10万，2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手头有钱了，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做大做强了。那么就到了经典的公司起名环节。这个蓝灯书屋它是 random 的音译，咱们听着也还行，挺雅的吧？
但 random 这个词在英语里头其实是随机、随意、随便的意思，大概就是瑟夫说，咱们干点啥业务呢？搞原创出版吧，至于出什么书，就 random 随便吧，选一些咱们喜欢的书来出呗。于是公司名就叫随便书屋了。兰登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伏尔泰的《老实人》，这也是一个豪华精装版，请了艺术家来做手绘插图，比市面上普通的书贵很多倍。你仔细看这张1928年《老实人》版权页的插图，看到中间那个小房子了吗？这个小房子他们就直接拿来当成公司 logo 了，一直用到现在。顺便说一句，这版《老实人》当时出了95册手工上色的限定版，现在可以卖到2.5万每到一本。我真的还挺喜欢这种来自文化人身上的松弛劲儿的，就很少在别的行业看到类似的创业故事啊。你说他起名真的是随便起的吗？反正我在这个名字里头感受到了一种很悠然惬意的那种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气质，以及他们那个股权分配，你说他俩是真不懂现代股权架构吗？也不是，利益之事从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我觉得那是一种很珍贵的信任，这种东西在生活中并不罕见，但在商场上绝对是凤毛麟角。不扯远了，我们回到故事来聊个很帅的案例，这也是确立兰登书屋品牌形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尤里西斯大家多少都听说过吧？这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上世纪10到20年代创作的一部小说，被誉为意识流代表作，在文坛享有很高的地位。但在当时啊，你看它虽然是本英文著作，可是由于小说内容包含大量的这个大尺度描绘，它其实在英美国家是被禁止出版的。最早的完整版本只有法国莎士比亚书店出的法语版。那么兰登书屋就想办一个事儿，出版英语原版的《尤里西斯》。那么你猜他们会怎么办？非常骚啊！首先他们找了一律师，这律师要干嘛呢？要帮助公司打赢一场官司，判定《尤里西斯》不是淫秽作品。那么为了要制造这场官司，他们就从法国买了本《尤里西斯》，敲锣打鼓的带着它过海关，因为它是禁书嘛，那就是违禁品，你过海关肯定就会被扣下来，对吧？然后你就表示不服，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可以打官司了。但可是现实情况是非常栓 Q 的，因为海关压根就没查扣他们的书，这律师简直就气笑了呀。于是他只好又带着书跑回海关那儿。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啊，律师晃着手里的尤里西斯说，喂，你们看一眼，这是禁书啊，这淫秽书籍啊，你们得没收啊。然后海关说，知道了，多大的事儿啊，我们都睁眼闭眼了，你就偷着乐吧。然后两边就来回拉扯，这个案子最终磨磨唧唧拖了7个月才正式开庭。兰登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案子定性的关键就在于法官的态度，而他们这个案子的法官约翰·沃尔西，他正好是一名文学爱好者，是那种写判决书都恨不得妙笔生花，拿个文学奖的主，所以结局自然就没有悬念了。1933年12月6日，沃尔西法官作出最终判决，裁定《尤里西斯》不是色情作品，而是严肃的文学作品。来欣赏一下这个判决书，他大概就是说啊，我已经把《尤里西斯》通读了一遍，巴拉巴拉。我觉得判定一本书它淫不淫秽，得看作者的目的，他是不是为了表达淫秽这个目的？他不是，他是严肃而真诚的一个作品，巴拉巴拉。然后他引用了法律上对淫秽一词的定义，引用完了之后来了一句，法律只考虑正常人，这意思就是说法律照顾不了变态啊，嘲讽力拉满。然后他接着说，人们是否喜欢乔伊斯的这种技巧，那是一个品味问题，你可以嫌他催吐，但他绝对不是催情，你要实在不想读你就别读，但这种真诚的杰作应该被合法的看到。这份判决书最后被完整的印在了兰登出版的《尤里西斯》里头，前言也是那个律师写的，打赢官司是12月，第2年1月这本书就出版上市了，首版销量超过3万册，而这一战也为兰登打响了书名。在作者心目中，它是一家有品位、有勇气、敢于挑战权威的出版社。你说这波内容营销干得漂亮吗？应该打几分呢？那么接下来就是不断壮大与扩张的过程了，我们就走马观花的简单过一遍。兰登最独特的气质就是他在成熟的商业化进程中依然捍卫了艺术的灵性。我刚刚不是狠狠吹捧了2个创始人的松弛感吗？是因为这个态度不仅仅只体现在初创时期，而是贯穿了兰登一整个壮大史。从1936年第一次收购扩张到2013年跟企鹅出版社合并，兰登在70多年的发展中始终都在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边际联邦制。什么意思啊？
出版社的运作逻辑不就是发现好书，然后推向市场吗？这个发现的过程就跟艺术审美和商业嗅觉都有关系。但是艺术审美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是很难被 SOP 化的。兰登做到的一件事就是，他给发现好书的灵魂人物编辑给了极大的自主权。你编辑拍板说这本书好，你就签，你就出，公司负责给你兜底。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司高层不会瞎逼逼，不会说你给我做个可行性报告，我来最终拍这个板。到后期公司收购了一摞摞的小出版社，这个联邦气质就更明显了。你就做你喜欢的书目，你财务独立核算。如果是公司内部的2个不同团队看上了同一本书，那么欢迎你俩打一架啊，来竞争这本书。所以兰登这些年收购的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啊，包括他自己被别人收购也好，它更多是一个并联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典型的消化过程。随着规模越做越大，兰登内容多样性就越来越丰富了。从村上春树的孤独文学，到斯蒂芬金的鬼故事，从白宫的奥巴马回忆录到地摊色色文学，上可时间简史，下可饭岛爱。总之，一个兰登书店就能把各种类型给你包圆了。它没有所谓的兰登风格，有的只是旗下大大小小300多个出版品牌的各自风格。那么我们就从公司上市开始捋啊。在兰登之前，美国是有教育类和专业领域出版社公司上市的，但兰登是第一个上市的文学出版社。1959年，公司拿出了22万股股票在纽交所挂牌交易，筹到资金就开启了收购之旅。1960年收购专注严肃文学的 K 社，1961年收购主打人文社科的 P 社。到了1965年，兰登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被收购了，买方是美国无线电公司，一个综合集团啊。那么兰登在被收购的时候，人过去用来向下管理的原则，人拿来向上管理，就是说这个无线电公司啊，也要接受兰登及其子品牌们以联邦形式运作的条件。接下来兰登又继续扩张，于1973年收购了擅长科幻题材等通俗文学的 B 社等。好了，到了1980年，兰登的所有权再次变更，这个无线电公司把它卖给了先进社。先进社是纽豪斯家族控制的私人媒体帝国，旗下拥有很多著名杂志品牌，比如纽约客啊、名利场啊、Vogue啊什么的。这个家族对出版业的经营理念跟兰登是一模一样的，非常的放权，所以大家也是处得其乐融融。兰登在此期间又陆续收购了专注罗曼史和悬疑小说的 F 社，创立了做商业非虚构类精装书的子品牌 V 社，收购纽约时报旗下做政治历史类图书的 T 社，收购做旅游指南的 FTG 社，收购擅长生活方式类目的出版集团 C 集团等等等等等等吧。那么再来重复一遍兰登的联邦制经营哲学，这套哲学的核心就是编辑自主权。各个出版社的编辑选书是完全独立的，他们有自己的预算，可以自己决定支付多少预付款，如何安排出版计划，采用什么营销策略。他们选中的书不需要向母公司汇报，不需要提交商业可行性报告，读书人的直觉被最大程度的尊重，并得到了实打实的财务支持。那你说这些并购在公司层面的意义是什么呢？既然你都一点不整合，不，它整合了，它在后台整合了嘛。公司盘子大，资源广，所以能够跟全美大大小小各种渠道终端建立良好的关系，确保旗下所有品牌的图书都能得到良好的铺货和展示嘛。另外，在印刷、发行、仓储等后台服务上，所有品牌共享资源，就能产生远超独立出版社的规模效应嘛。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就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完美结合。那这么看来，似乎兰登模式已经交出了出版业的满分答卷，但它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还记得那个专注人文社科的 P 社吗？这一类书啊，它确实非常非常有价值，都是含金量爆表的学术著作嘛，那可是肩负着人类智慧传承的伟大使命的。你比如说易经，比如荣格、福柯什么的，但这类书它注定就畅销不了一点。那阵儿公司来了个新 CEO， 哥们儿就比较务实哈，他就发现这个 P 社是所有品牌当中最拖后腿的，于是要求他们缩减出版数量，该裁员裁员，该搞营销搞营销。你说这种事儿文化人能忍？人主编就肯定不答应嘛，不答应那 CEO 就说你这主编也别干了，让贤吧。这事儿搁别的行业也确实是这么个理儿，也大概率闹不起太多水花，但这是文化界的事儿，那就不一样了。消息一出，整个出版界震怒了。1990年3月5日，业内300多名作者、编辑和知识分子集聚在兰登总部外头抗议，这是出版业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出版社本身的抗议示威活动。其中有个著名作者
冯古内特气得表示以后不许兰登出自己的书了。出版人周刊也发表了罕见社论，谴责说这是出版业悲伤的一天。这件事后来随着 CEO 的服软而平息下来。P 社主编确实离职了，后来创办了一家非盈利性的公益出版社，也算各得其所。经此一役， CEO 也意识到了出版业的特殊性，过度的中央集权会扼杀创造力，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需要平衡。1998年，兰登书屋迎来历史上最重大的节点，被德国媒体巨头贝塔斯曼以14亿美元收购，并和旗下的另一家出版子公司 BDD 合并，世界上最大的英语贸易出版集团诞生了。兰登在这次合并中占据了主导位置，联邦制的优良传统得以保留。我们按照快进，时间咻的一下来到2013年，德国贝塔斯曼旗下的兰登和英国培生集团旗下的企鹅出版社宣布合并。这回就不仅仅是两个公司的事了，这对全球出版业来说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根据最终协议，贝塔斯曼持有新公司53%的股份，培生持有17%。到2020年，贝塔斯曼把培生的股份也给收了，企鹅兰登成了贝塔斯曼的全资子公司。往后就是企鹅兰登这艘超级航母在书籍的海洋里叱咤风云的故事了。如果仅仅只是图个做大做强，那我们的视频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美国图书贸易市场上有个 Big Five 的说法，就是5大出版社嘛，包括第一名的企鹅兰登，以及哈伯柯林斯、西蒙伊舒斯特、哈谢特和麦克米伦，他们5个加起来就占据了美国商业出版市场份额的80%以上。2022年，企鹅兰登试图收购这里面的西蒙伊舒斯特，那要是成了，5大就得变成1拖3了，企鹅兰登就真的是半壁江山了。但美国司法部最终以反垄断为由叫停了这笔交易。出版业越来越集中，尤其欧美市场上，这5大几乎都是以媒体集团旗下跨国公司的形式存在着，不断整合着市场。那这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一切呢？让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前倒一倒，回到刚刚快进掉的地方。来到21世纪，人类迈入了互联网时代，这是一股强大而迅猛的力量，可以说各行各业的实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无数产业格局被颠覆、被重塑。那么对出版业来说，有一个名字既可爱又惊悚，它叫做亚马逊。亚马逊的起步业务就是卖书，1995年上线，97年就干到了全球最大线上书商。来到2007年，这一年 Kindle 发布，电子书开始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了。紧接着就是搞自出版，搞有声书，也搞纸书出版业务。人已经不满足于卖书，开始朝产业链上下游扩张了。传统书商头上的乌云那是越压越低，到2012年左右质变了啊！亚马逊一个人就霸占了美国图书零售市场约30%的份额，到18年更是狂飙到了50%，可以说已经对出版业形成事实上的渠道垄断了。渠道垄断就意味着强势议价权。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传统出版业的抱团取暖，比如企鹅兰登的合并，规模上去了，也就有了对抗亚马逊的谈判筹码。但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此处有个背景啊，就是苹果在2010年推出了 iBookstore， 然后跟5大出版社签订了代理定价协议。简单理解，代理定价就是出版社自己设定零售价，我渠道方不能乱卖。批发模式就是我从你那儿批发进货，但我怎么卖你管不着，我要高兴我甚至可以亏着卖。但当时苹果这个事儿啊就被美国司法部给起诉了，就说他们这样是搞垄断嘛，妨碍了别人。这个别人主要指的就是亚马逊的降价竞争的权利，最后官司就输了嘛。那你说我作为一个出版社，我一本书20块钱，亚马逊上面可以卖9块9，你作为消费者你会去哪儿买啊？消费者全都去亚马逊了，我们其他渠道还活不活了？再往远了说，以后要是只剩下亚马逊了，我还拿什么跟他谈条件？所以保住代理定价权是每个出版社都必须要争取的事儿。企鹅兰登一直在观望，5大出版社一个个去谈。2014年，阿谢特跟亚马逊就谈崩了，结果亚马逊立马就祭出了消极卖货大招，给你延迟发货嘛，或者直接给你下架嘛。这事儿闹得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最后就轮到企鹅兰登压轴出场了。对亚马逊来说，一个阿谢特可以吊打没问题，但企鹅兰登多少就有点惹不起了，毕竟那意味着全球近1/4的图书供应，所以双方都非常谨慎。最终，企鹅兰登保住了大部分定价权。对传统出版商来说，亚马逊的威胁在于渠道垄断，而对于亚马逊来说，虽然自己财大气粗又有流量，但有些东西它不是钱的事儿，这个东西就是内容本身。现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亚马逊磨刀霍霍要颠覆传统出版，
吭哧吭哧搞了10几年，但你现在看亚马逊自己出的书里头有成为文化现象的吗？几乎没有。文化界没什么强势资本，但人家总有鄙视链嘛。很多传统媒体、评论界，特别是独立书店，人压根儿就看不上亚马逊的书，不提不卖不 care。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上也还是那些传统老牌出版社的天下。为什么？什么东西是那些出版社有而亚马逊没有的呢？我想答案就是人。算法虽然厉害，但算法的背后是大数据。大数据就是什么东西已经火了，我再去给你找差不多类似的。而真正伟大的作品常常是在市场尚未意识到它需要什么的时候就横空出世了，也就是你得靠人去判断。不是说亚马逊就没人啊，但两边的人才方向它就不太一样。出版社编辑的功夫很多时候是近似一种玄学或者说直觉，他们基于学识、经验、品味、人脉，下定决心去读一本看似不那么起眼的书。讲到这里，大家觉得是不是跟风险投资有点像？更别提出版还有漫长的孵化打磨过程，编辑要跟作者深度合作，把内容打磨成熟，再一步步推向市场。这套链条暂时不是互联网思维或大数据能简单代劳的。在内容为王的时代，既然出版社掌握了好内容的源头，那么他们能玩的东西多了。21世纪的内容产业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媒介多元化。以前就是印书卖书嘛，但现在一部作品可能涉及文字版权、影视改编权、演出权、广播权、网络传播权、商品化权利、角色形象权等等维度，每个维度还可能按地域、时间、媒体类型进行细分，形成复杂的权利树。出版社虽然主要还是印书卖书，但作为故事的源头，它如果能把后面的各种跨媒体内容也给开发起来，那么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 IP 它的资产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咱比如说哈利波特，比如冰与火之歌，是吧？谁能挖到这样的宝藏故事，那整个产业链都会排着队来找你玩，大家一起把这东西做成文化符号。兰登算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出版社之一，他在合并企鹅之前就曾经找过电影公司合作，成立以图书改编为核心的影业公司。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头的 IP 版权归属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经典的对比就是欧美和日本市场，它是完全两套运作逻辑。我们稍后会来展开聊聊日本模式。总之，在欧美这边，出版社通常是拿不到影视票房分成的，因为绝大多数影视改编权在法律上属于作者本人或者其代理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影视改编与出版社无关。说白了，就是故事火了，它也能带动原著的版税、销售和海外授权收益增加嘛，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长期价值。咱们举几个具体案例来感受一下。先看《冰与火之歌》系列，也就是被 HBO 拍成电视剧《权力的游戏》那套奇幻巨著。1996年，乔治·马丁推出系列第一本小说时，出版印量是很小的，在美国市场也是销量平平，圈子主要局限在奇幻爱好者。到了15年后的2011年，HBO 把它改编成了电视剧，事情就立马不一样了。随着剧集一播，原著小说的销量简直可以形容为坐上火箭，仅2011年当年就卖出去900多万册，到2016年全球累计销量突破7000万册，成为自《指环王》以来最成功的奇幻小说系列之一。HBO 在这部剧上砸了超过10亿美元制作费，但全球发行、版权销售、周边产品、主题巡展等等加起来带来的经济价值也是数十亿美元起步的。甚至发展到后来，电视剧的进度赶超了原著，最后2季的结局都是剧版编剧主导创作的。而老马丁到现在都还没有交出小说的最后2卷手稿，这也在改编史上也是头一回，引发了无数关于魔改和作者创作自由的讨论。但不管怎么说，出版方和作者都因为剧集的爆火而大赚特赚了。另外就是《火星救援》，这个故事更有戏剧性，它几乎就是一个草根逆袭加出版社汇演加好莱坞造神的教科书案例。作者安迪·威尔原本是个美国码农兼太空宅，2009年他在自己小网站上连载这部小说，一开始就是免费贴着玩的，后来读者口碑就越来越好，很多人催他弄个电子书方便看，老兄就跑到亚马逊自己发行了 Kindle 版，定价0.99美元，意思一下，结果居然付费读者比免费看的还多，这下传统出版界坐不住了。2013年3月，企鹅兰登旗下 C 社出手，用6位数美元买下了《火星救援》的出版权。签约刚4天，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也找上门来，把电影改编权一并拿下。后来 C 社上线了纸质书，口碑与销量齐飞。紧接着2015年，由好莱坞大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执导、大明星马特·戴蒙主演的同名电影上映，横扫全球票房6亿多美元。
电影火了之后，小说销量接着爆，直接窜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成为科幻现象级作品。短短几年，一个小众网文就华丽丽转生成为全球热门 IP。这里头出版社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了专业编辑、宣传和全球发行渠道，把草根佳作送上了主流舞台。而影视改编又把这个 IP 的影响力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没有出版社发现并孵化，火星救援也许还是一小撮粉丝的狂欢。反过来，没有影视的放大，它也不可能爆发出这么大的商业价值。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1985年创作的小说《使女的故事》，在2017年同名美剧爆火之后，不但把原著给送上了畅销榜，甚至催生了作者近80岁高龄还提笔写下了续作遗嘱，一出版就拿下布克奖，并热卖国际市场。更刺激的案例还有50度灰，他原来是一个姐妹照着《暮光之城》写的同人小黄文，自己在网上连载着玩，后来被企鹅兰登旗下威社相中签下版权，一经上市就打破了达芬奇密码的销售记录。后来不也改编电影了吗？那个票房成绩直接快赶上火星救援了，你敢信？后来50度灰原著3部曲狠狠卖了1.5亿册，堪称跨媒体改编放大单一图书 IP 价值的最佳样本。这些个例子充分说明，出版社和影视乃至游戏、消费品等后端行业其实是一种共生关系。出版社作为 IP 的源头，发现内容、培育内容，把 IP 的种子种出来；而影视、流媒体、游戏公司则有能力把这颗种子养成参天大树，一个负责前期选育，一个负责后期放大，而且两边现在越来越主动合作。对于企鹅兰登来说，虽然大多数票房收益它是分不到的，但公司看重的是改编给版权库带来的唤醒价值。企鹅兰登手上有几十万种书的版权，绝大部分是长尾内容，也就是平时卖的不温不火，但有价值有潜力的库存书。通过不断把合适的书改编成影视，就像不停唤醒沉睡的长尾一样，让那些蒙尘的价值被再次激活。一本老书活一把，不仅自己涨了销量，可能还会带动相关题材的一批书都跟着卖，这是版权资产运营的杠杆效应。所以企鹅兰登现在谈改编合作，眼光也是放得相当长远，尽量把可能的续集、衍生系列开发权都提前讲好，尽量在首次授权时就定下角色形象、世界观、后续开发的关键条款，避免将来出现 IP 做大后出版社反而被架空的情况。毕竟有些 IP 改编拍着拍着就玩飞了，此处权力的游戏。出版社也怕节奏失控或质量翻车毁了原著口碑嘛，这些都需要在合约上提前布局，把风险降到最低。总的来说，企鹅兰登这几年的 IP 全媒体开发，让传统出版社找到了数字时代的新定位，不再只是傻傻卖书，而是要积极去做版权资产管理和价值重估，让出版这门古老生意能在新的内容格局中重新占领一席之地。而这一切说穿了，根子还在于出版的基本功，发现好故事的能力。这个能力再说穿了，它就是在于人，而不是什么商业模式。聊完天花板企鹅兰登，现在我们来横向对比下其他出版社的 IP 打法。就以5大来说，他们每家背后都是有大东家。哈伯克林斯归属于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阿谢特是法国拉加戴尔集团的，麦克米伦属于德国霍尔茨布林克，西蒙与舒斯特之前属于维亚康姆，现在被投资机构收购了。他们的共同趋势是内容越来越向头部集中，大家都想垄断更多好书。企鹅兰登在2013年合并后规模遥遥领先，哈伯也不甘示弱，这几年也是疯狂买，包括豪掷近4亿美金买下言情小说巨头 H 社，补强畅销类型书板块。据说企鹅兰登试图收购西蒙被挡后，哈伯一度也想吃下西蒙，只是最后被黑马杀出来拦截了。总之，这些大玩家都在尽可能扩张自己的版权版图。不过在 IP 运作上，不同出版社还是各有侧重。拿哈伯克林斯举例，它隶属新闻集团，兄弟公司包括华尔街日报、福克斯等传统与新兴媒体。哈伯本身也相当国际化，在欧美多国都有分布。它的 IP 打法一方面跟企鹅兰登类似，也是依靠编辑团队选苗子，靠全球发行推作家；另一方面也会借助新闻集团的媒体资源做宣传，比如通过自家报刊杂志推书评啥的，主打一个我吹我自己。哈伯旗下的书也有不少后来改编成影视大作的，比如《纳尼亚传奇》系列，后来就给迪士尼拍成了电影。《指环王》《霍比特人》在美国的版权是哈伯家的，但在英国那边属于企鹅兰登。
这些大 IP 的电影开发虽然不是哈勃主导，但哈勃通过紧抓版权和在影视上映期配合推出新版本图书、周边典藏版等，也是赚得盆满钵满。总体来说，哈勃作为第二，策略上跟老大很一致，都是广撒网多捞鱼，尤其看重那些有多媒体改编潜力的选题，然后加以重点打造。再说阿歇特，阿歇特是法国起家的老牌出版社，近年通过收购时代华纳图书部门等扩张，在美国也跻身前列。前面我们讲过亚马逊斗法阿歇特的故事，某种程度上，阿歇特吃了没有足够体量的亏，只能接受亚马逊的压价要求。为此，阿歇特后来也积极扩大阵营，比如在英国收购了独立出版社，大举进军英语市场。阿歇特的 IP 打法有自己的特色，他很注重畅销书作者阵营的稳定性，像商业小说大师詹姆斯·帕特森每年合作写好几部书，那是阿歇特北美的顶梁柱。再比如 J.K. 罗琳在写犯罪小说时，用罗伯特·加尔布雷斯这个笔名出的侦探系列，也是交给阿歇特旗下的 LB 社出版。这些大作者往往自带影视开发资源，比如罗琳的《神奇动物在哪里》剧本不就直接电影化了吗？所以阿歇特有点明星作者经纪公司的味道，牢牢抓住能持续产出的 IP 大户，然后配套提供全媒体营销支持。当然，他也参与了一些跨媒体运作，比如和漫威合作出版图像小说啊，与游戏厂牌合作出衍生小说啊等等。但总体来说，阿歇特没有自建影视部门啥的，更多是扮演传统出版商角色，通过输出版权和市场配合来分享 IP 热度。除了大众读物的巨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术出版这块的隐形大佬施普林格等公司。施普林格现在和 Nature 合并成了 Springer Nature 集团，主营科学、技术、医学期刊和书籍。这类出版社掌握的是学术 IP， 比如顶尖期刊《自然科学》的论文版权。这方面的 IP 运作跟娱乐产业不同，更像是知识垄断。他们通过订阅制、高价期刊数据库等方式，从大学和研究机构挣钱。虽然不直接出畅销影视，但这些内容也是 IP， 只不过变现路径是收学术数据库费用、版面费之类，利润率奇高。有统计显示，全球学术出版几大巨头利润率比苹果公司还夸张。当然，这2年开放获取浪潮兴起，对这一套模式有冲击，不过那是另一个话题了。这里 Q 一下施普林格，是想说明出版行业版图是很广的，有的在打造畅销文化 IP， 有的在垄断知识 IP， 各有各的生态。总的来说，欧美各大出版社都认准了一点，要么体量够大，资源丰富，在数字时代通过整合存活，要么就聚焦细分，做出特色，以差异化取胜。大家都明白，内容产业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年代，出版需要和影视、游戏、媒体等各界联动，才能把 IP 价值炸到极致。企鹅蓝灯是融合多种优势的集大成者，其他家也在各自领域寻找发力点，但无论路数怎么变，有一条是共通的，那就是内容筛选和作者培养这2个核心职能，始终是出版社安身立命之本。说白了，别看出版社们现在都在搞投资、搞影视合作、搞数字平台，花样整的一摞摞，其实最终拼的还是谁家编辑眼光准，作者阵容强，而这个优势才是砸钱买不来的，唯有长期深耕。所以在 IP 产业链里，出版社的作用短期看也许不像电影公司那么风光，那么直接赚钱，但长远看，没有他们打基础，后面那些炫目的 IP 大厦也盖不起来。日本的出版生态就很特殊了，因为他们跟动漫、影视、游戏的结合程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都错综复杂，甚至可以说日本很多超级 IP 本质上就是出版社一手带大的。日本出版社的身份属相更像是 IP 的综合运营商，比如大家熟悉的日本动漫，大部分原作不是漫画就是轻小说，对吧？这些漫画杂志和小说文库背后都是大型出版社，比如集英社、讲谈社、小学馆，还有角川集团等等，这些都是日本出版巨头，也是众多动漫 IP 的源头提供者。在日本，出版社往往是直接参与甚至主导 IP 的全链条开发。举个例子，集英社出版了爆款漫画《鬼灭之刃》之后，立马就拉上动画公司飞碟社推出电视动画，集英社自己作为制作委员会成员之一参与投资，动画一播，漫画销量狂飙，两边利润都收割，还带动一系列周边产品大卖。这一整个操作里，作为原作出版方的集英社，从内容到改编再到衍生商品，那是层层环节都插了一脚。再比如以轻小说出名的角川，干脆就是一家跨媒体综合体，小说、漫画、游戏、动画、电影无不涉猎。
日本 IP 经济的经典模式媒体混合，这招可以说被角川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发现一部作品可以用小说、漫画、动画多种形式来讲，于是索性就给它全盘打通，自产自销。角川自己收购动画公司、游戏工作室，培养了一圈宅圈 IP， 然后靠小说卖书、动画卖碟和版权，再搞周边和游戏改编，一个 IP 炸出 N 种价值。再比如哆啦 A 梦，它的出版社是小学馆，多年来不仅出版漫画，还持续参与动画制作和发行、电影拍摄、角色授权等等。小学馆跟集英社，它俩属于姐妹社，拥有共同的动画投资公司和海外发行渠道，确保哆啦 A 梦这个 IP 在各个媒体上都有它的话语权和收益。日本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制作委员会制度，就是多个公司凑钱成立委员会，联合投资动画或电影。出版社在里面通常是原作提供方兼出资方，占有一定比例股份，这就保证了出版社对改编作品是享有发言权和收益分成权的。不像美国这边，作者卖给好莱坞可能就一次买断了，出版社更是只拿个预付款。日本出版社会更积极参与后续，比如盯着动画剧情不要偏离原著太多，别耽误原著销量呢，是吧？同时还要从光碟、版权卖给电视台等等收入中分一杯羹。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动画要是赚了，大家美滋滋分钱；亏了，那大家就摊一摊，都少亏点，下一步再来过。而且出版社通过委员会锁定权益，就避免了像美国那边那种自家 IP 被影视公司拿去狂赚，作为辛苦挖宝的出版社却只能吃点蝇头小利的情况。因此一样是干出版的，日本那边的出版社能从跨媒体 IP 中拿到的收益往往要比欧美同行高很多，公司本身也可能被视为 IP 品牌，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这一点在日本早已成为共识。当然日本模式之所以特殊，主要还是源于它独特的文化土壤。首先，日本市场读者对漫画、轻小说的接受度肯定是世界领先的，纸本、动画、游戏这套二次元生态也已经很成熟了，买书追番得一起来，才称得上是正宗粉丝嘛。并且日本企业很多是讲究终身 IP 的，一个畅销漫画恨不得连载个几十年，各种番外重制，而如此长线的投入和经营，很大程度要依赖出版社的支持。因此在这种土壤下，日本的作者往往会把不少经营开发权利让渡给出版社，或是共同成立工作室，由出版社统筹。这和欧美很多作者采用独立出版人，版权势必轻微的情况不同，等于日本出版社在一开始就能拿到更加全链路的授权。反观欧美，出版社通常没这个能量自己投拍电影，更多时候就只是卖出改编权，然后期待影视作品成功后能带动一波书籍销量就完事儿了。企鹅蓝灯算是少数例外尝试过的，但它不是一个行业规律。西方作者版权意识强，很多传奇 IP 比如哈利波特电影分成，主要都是作者罗琳自己谈，出版社在其中拿的不多，所以两边体制不同，导致日本出版社在 IP 全链参与度上明显更深。但是呢，无论日本还是欧美，出版社归根结底都承担了筛选内容、发现作者、前期培养粉丝群的任务，然后 IP 成熟了，再进一步交给其他行业，扩大影响。回到视频开头的话题，出版社在 IP 产业链中的角色是什么？首先把日本这个特例给刨出去，出版社一定不是那个唱独角戏、包揽全产业的人物，它不是 IP 的最终版权掌控者。大部分 IP 要飞向影视、游戏或衍生品的天空，还得别的公司来出钱出力。但出版社挑故事的眼光，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未来大众会看到什么样的内容。我平时读书不多，但我曾经读过2本畅销书，《你当像鸟飞过你的山》，还有《蜡鼓吟唱的地方》。就说这2本吧，我是怎么会想到要去读它的呢？因为在网上老刷到，因为他们被摆在机场书店最显眼的位置，因为网购的时候他们排在畅销榜上面，这些可能都是影响我角色的因素，而这个程度的影响力绝对不是一般的小出版社能够做到的。非常巧，这2本书都是企鹅蓝灯孵化的新人作者处女作，能把这种作品迅速打造为现象级畅销书，你千万不要说什么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东西它就是只有依靠强大的内容推手才能实现的如此迅猛。因此我们看到在数字化冲击下，很多中间环节，比如音乐的 CD、唱片、影视的录像带、DVD 店、新闻的报刊亭等等媒介都被淘汰了，但是实体书仍在。出版社这个传统中介也可以与时俱进，活得很现代。这个时代人人都能生产内容没错，但泥沙俱下之时，一个顶尖出版社反而显得越发稀缺和珍贵，因为它承担了品质滤网的使命，在源头上把关，帮读者筛选出优质内容，
也为真正有才华的作者铺路。换句话说，出版社要面对的是那些尚处于雏形阶段、不确定的，甚至有点不合市场逻辑的作品。他们承担的是一种高风险的早期投资，所以这种角色注定了出版社既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也有难以突破的局限。对我来说，这就是整个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在资本和算法主导的今天，依然有这么一个行业，它把核心价值置于人的判断之上，而不是模型的预测或者什么商业的法则。最后来掏个心窝子吧，就我个人私心而言，我是希望实体书籍卖得贵一点，因为它承载的是人类最原始的表达方式，也是最耐得住时间考验的那种文化容器。一本书放在那儿，它不会打扰你，不会算计你，它就只是静静躺在那里等你去翻开，给你一些无声的触动。这个价值是永远无法被抹杀的。所以书贵一点没关系，它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只要书还在，我们就始终能够保有一点耐心，也保有一点深度。好的，感谢你陪我一起看到这里，欢迎弹幕评论提出你的看法，我会认真看的。消费不止，金钱不眠，我们下次见。